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早起的虫儿有虫吃呢，是一句鼓励人的谚语啦。提醒大家呢要早起，要快人一步，才能掌握先机呀。然而，当我们接着说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啊，这句话好像在打脸前一句啊，因为太早行动可能也会带来风险动作太冒进，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啊。这样讲也是没错。所以这个上下两句呢，其实都是有道理的，都是不同立场之下的结果，两个说法都正确啊。那对鸟，从鸟的角度来看呢，早起有好处，因为可以吃到更多的昆虫嘛，象征着呢努力精进的人呢必有收获啊。然而从虫的角度来看呢，早起很可能会暴露在危险之中反而不利那这个就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也就是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呢，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世间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二分法那主动积极是好事，但有时候呢，太早曝光自己反而让自己成为靶心这样也是不好所以有一句话说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使得莫名那该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适时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低调隐忍这样才是智者。那励志好话呢，常常有它的立场跟背景看起来好像打脸，其实它是一种补充跟反思的作用是在提醒我们呢，事情都有它的一体两面过犹不及嘛例如呢，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这也是一句激励人心的话嘛，鼓励我们呢要常常雅言正语才会带来正能量不但去祝福别人呢，同时也是自我加持然而好话说的时机不对，好话也可能变成坏话因为说的这个话说的对呢是一种力量话说的不对呢反而是一种伤害这个就好像一帖良药嘛如果你没有照医生的指示去服用那不但疗效全无甚至会带来反效果道理是一样的那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呢，常常把好话说坏掉所以说话不只是看它的内容还要注意说话的时机跟对象所以好话不完全是万灵丹必须搭配智慧所以怎么说比说什么呢更重要说好话不是说听起来好听的话而是说对当下有帮助的话，那这个需要同理心跟智慧了那这个也是近似于所说的。举例来说了某员工刚完成一个专案实际上呢他是表现平平甚至也有错误但是作为主管的却跟他说哎呀你做得非常好本来是想鼓励员工让他更有信心但是你这个话其他员工一听到了会感觉很奇怪明明他表现得不是很好你怎么要这样称赞他呢？那其他人就会感觉到好像很不公平或者这个主管偏袒那这个会造成整体的团队士气下降那同时也会让这个被称赞者因为被肯定了嘛他就可能一自满不进反退因为他会觉得他的表现获得主管的肯定跟默认那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会造成其他员工的反感跟不信任。不过要注意一点在修行团体里面面对这样的状况处理的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道理如果不把它通透那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不平衡一些在做志工的
的菩萨们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体认这样的感受了。现在我们来好好解释一下那明明这位志工或这个据点活动做的不是很如师父的教法，严格讲就是没有依教奉行因为不是师父要他们这样做的而是他们自己喜欢这样做甚至也没有尊重师父或者请教师父甚至师父的话有讲，但是他没有听，结果事情就做下去了还自我感觉良好。即便如此做师父的还是给予赞叹跟感恩那这个时候旁边的志工看了一定也会觉得无法理解，甚至觉得很不公平呢怎么会这样子呢？然而了解各中的修行道理之后呢，我们才会明白换成我们这师父我们也会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师父不能选择弟子但是弟子可以选择师父不止如此对任何一位志工或弟子呢，师父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这个就是修行的理念这出世的精神这个是修行跟做事业呢迥然不同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企业呢明察秋毫啦、追根究底啦、赏罚分明的这个管理制度用在修行团体里面那肯定是格格不入这样就很可能志工跑光光了因此呢，做师父的有时候也会很无奈的提醒弟子们说虽然我是赞叹你不过要把赞叹当警惕只能这样只能这样用心良苦的亲切去呼唤还是不能指责然而听得懂的人呢，他会反省自己立即改正因为赞叹当警惕嘛，警惕自己嘛。但是听不懂的呢，还是会依然故我师父讲师父的，我还是做我的甚至变本加厉都有那这个时候呢，做师父的也不能说什么，也只能说什么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所以修行团体跟企业团体相同点都是在做入世的工作嘛，在人群中做事情但是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修行要有出世的精神，也就是行于世间，不着世间那行于世间就是说，行就是做事情嘛，做入世的工作嘛。那不着世间呢，就是要用出世的精神所以不会执着，也不会着相好，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我们常常讲说为善最乐但事实上真是完全如此吗？也不见得如果慈悲是盲目的或只有爱心没有智慧或帮助人是一厢情愿没有顾虑对方的感受那很可能造成什么？盲目的慈悲会造成伤害没有智慧的善行反而会害到别人因此不是做善事绝对会很快乐理念不对，方法不对，可能会做到起烦恼那他是在提醒我们什么？用智慧去行善否则很可能好心做错事甚至可能助长恶行爱之是足以害之明明这个贫穷家庭的父亲爱赌博喝酒你还给他现金补助这个就是助长恶行了嘛。还有我们经常在讲施比受更有福那这是在鼓励大家去帮助别人嘛。然而帮助别人也要有正确的理念跟刚刚一样也要协助对方站起来，而不是让对方对我们产生依赖心真正的帮助不是让对方永远依靠你，而是要协助他站起来能够这样做呢，才是更高一层的慈悲那我们也常常会讲哎呀，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对不对？那这个是劝人要学习包容忍让避免争执那学佛也是强调莫忍则安或安忍不动或者忍一时争千秋然而如果容忍的霸凌或伤害，却还不懂得自我调试让这个霸凌或伤害一再的发生那这个就很有可能变成什么？懦弱跟纵容变成是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造成的
因此呢，真正的修行也是要有原则的，因为失去原则的圆融，也同时会让人失去威德啦。没有原则的好人呐，相反的呢，原则有余啊，但是圆融不足啊，很会强调坚硬的原理跟原则跟道理啊，但是忽略人性，在讲感情的啊，结果就造成什么？理多情就薄嘛，很有理，但是很没有情，很无情的。那这样就很可能把修行团体呢搞成像军队一样啊，什么事情都硬邦邦的啊。所以原则跟圆融，理性跟感性两个也要相辅相成，这样才是智慧圆融啊。不只是智慧而已，还要圆融的智慧啊。再举一个例子啊，证严上人常常教诲弟子们说修行不能离开人群啊。我们读书也经常这样子讲嘛那这句话是强调什么？法在人群中，道场也是在人群中，更强调离开人群啊，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哦。那这个是在强调要修行就要走入人群。然而证严上人也同时强调身在人群啊，心是独处的啦。这个独处不是隐居起来还是处在人群中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动中修静，乱中修定啊。虽然强调要入人群啊，但也同时提醒了，动过之后要能够静下来，那静过之后还要能够动起来啊。那简单讲是什么？不只是要入人群，还要入经藏啊，不只做入世的工作啊，还要有出世的精神啊。所以这句修行不能离开人群，不能把它刻意曲解啊，当作到处攀援的这个借口啊，还要把它补充跟详述的阐述，才能体会出这句话的辩证的道理出来啊。强调不能离开人群，但是也同时强调不离开法缘，好像火车一样啊，不能离开轨道一样啊，这样才是中庸之道啊。好，我们再举一句经书语来讲啊，感恩一切，无论好坏。那这个是在鼓励人们呢，碰到逆境的时候，还是要怀抱感恩心啊。然而，感恩并不是叫你一味的忍受压迫或霸凌不是这样子明明被先生严重家暴，你还劝这位太太啊，你要心怀感恩呐，要不然换你来试试看呐，看你能不能起感恩心呐，对不对？所以感恩是对过去不抱怨，对未来不放弃，那事情过了就往前看，活在当下，是这个意思啦。但是如果压迫、霸凌跟家暴是现在进行式，每天都在发生，那这个就不是单靠感恩就可以去化解的而是要寻求改善跟解决之道。那你总不能把痛苦当作一种习惯啊，也不能把失败当作一种习惯啊，要寻求逆转人生之道啊，这样才是务实跟生活化的佛法，也才会有力量活下去啦。同理，生病或感冒要去看医生嘛，要打针或吃药啊，但是不是去吃炉丹呐？炉丹就是什么？我们烧香那个香灰拿去吃啦，或者去喝大杯水啦。其实有没有喝大杯水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喝大杯的水啦。感冒要多喝大杯的水啦，这样才是正知正见嘛。再来讲一句励志名言啦：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失败。因为成功的条件不只是努力而已啦，即使很努力，也有能力，再加上方法正确、方向明确，这样也不一定会保证成功还要懂得因缘果报，跟尊重因果，恒顺因缘因果是历历不爽，要深信宇宙的自然法则，任何人包括佛陀都不能违背因为有福才能走遍天下，无福就寸步难行了。福报不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顺利的。所以成败与否跟福报也是息息相关的。那这样的道理我们是要清楚好，那以上我们举的
励志举了好几个励志名言嘛，那这些都是辩证式的语言或道理的组合啊，它不只是单单一句励志佳言而已哦，而是充满了正念跟智慧啊。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我们今晚主题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跟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也是有连带关系的哦。为什么前面会举这么多例子啊？这个叫深入浅出啦，也是一种辩证式的思维模式，叫做辩证法啊。刚刚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在做铺陈啊、铺排啊，叫做序曲啦，有序曲有终曲，不是吧？让大家能够深入浅出了解我们今晚主题所要阐述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辩证思维啊，它是要我们的跳脱啊，好就是好啊，坏就是坏啊，或者是说啊，早起就是好啦，晚起就不好啦，要跳脱这种二分法的框架，所以没有绝对的对或错跟好或坏啊，完全取决于不同的角度、条件跟方法。那可不可以早起？有没有什么对错？要看你是鸟还是虫啊。说好话也不是绝对的对啊，还要看是否说的很得体呀，才不会把话说坏掉啊。人生中没有一条原则是可以一体适用的，凡事要观机斗教，灵活判断啊。我们以前常常分享嘛，法要能够灵活又绝妙，那才有可能成为妙法嘛。那对鸟来说呢，早起是意味着能更早找到食物嘛，它是处在主动者的优势。但是对虫来说呢，早起反而暴露在危险之中哦。刚好碰到早起的鸟嘛，对不对？所以它这个虫是处在弱势者的风险之下啊。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是否应该早起？是否应该早起？这个不在于行动的本身，而在于当下的我们是有主导力的鸟呢，还是容易暴露风险的虫呢？这个我们自己就要有自知之明的啦。同样的道理啊，资深的修行者已经习惯每天早起做早课啊、持咒啊、诵经啊、打坐啊等等，这个是主动行愿者。初学者如果过度要求自己清晨也要这样子做并且严持戒律反而会因为身心无法适应跟负荷呢，会产生挫败感所以修行的早起也是要看心力、愿力、因缘而定的。过度勉强可能反而伤其心因为佛法不是只有讲因缘而已还重视次第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不能一步登天更不能揠苗助长那职场里面的道理也是这样子提早表现呢，有好有坏，要看情形提早行动对有准备的人而言呢是舞台，但是对尚未准备好的人而言呢，那是压力。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一飞冲天或一夕成名所以不是死守一句话，而是活用一份心最主要是言行造作要能够符合立身行事的准则，要搭配得很好，这才是令我们警惕的事情同样的道理近思语可以死记但你一定要活用那制度也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要活用死的制度能够通透这样的道理，才有可能如《无量易经》里面所讲的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悉现在前这个前这个字是指人情跟生活眼前嘛，也就是说无量的妙法会出现在人群中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这个时候已经具足大智慧了因为很多妙法嘛，心明就妙法生嘛，那自然就能够触类旁通道道相通法法相通无所不通所以要把佛法变成活法，把学佛变成学活同样的道理
师父的开示是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嘛。师父开示的话，在场同时听的人呢，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哦，但是都各有所通，你通你的，我通我的，自己有通最要紧啊，别人有没有通那是别人的事情呐。其实老天爷也是无法让每个人都通也是无法尽如人意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行人问晴农问雨啊，采桑娘子问阴天啊。意思就是说，哎呀，卖雨伞的人呢，希望老天爷尽量下雨；那采茶叶的姑娘啊，希望是阴天；种大麦或小麦的人呢，希望有寒冷的气候；而养蚕的、做蚕丝的人呢，希望有温和的气候。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祈求那请问，如果你是老天爷，你要怎么应付这些人啊？不可能同时应付这些人嘛，对不对？但是老天爷有他的智慧啊，老天爷也只能对这些人说：当我出太阳的时候呢，你们就载稻谷啦；当我下雨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卖雨伞跟播稻种；当我是阴天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出来采茶叶或采桑葚。这个是老天爷唯一能够满足众人不同的做法啦，不同要求的做法啦。所以不但我们不能尽如人意啊，连老天爷也是很难尽如人意啊。好，我们言归正传了早起不一定是优势，如果没有养精蓄锐啊，那早起可能是风险。时机不一定是给早起的人而是给准备好的人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在被看见之前呢，要先让自己壮大起来，充实自己的意识的。没有准备而冒进，那只会让自己更早受伤啦。所以要早起还是晚起，要前进还是后退，时机要能够抓得精准，这也是一种取舍的选择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自己是早起的鸟还是早起的虫啊，不是所有的早起都等于成功有些人是在清晨赢得的机会啊，有些人是在清晨暴露了自己啊。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冲第一线的，能不能提早出发，要看你是站在哪个位置，准备好了没有啊？那刚刚讲这个冲第一线的，不一定是战场啦，也可能是公司里面的改革啦、救灾现场啦，或人际冲突中呢，第一个跳出来来处理事情、承担风险的人就不一定了例如发生灾难的时候志工不能冲第一线的。要冲第一线的是专业的救难团队他们要把握黄金救援时间深入倒塌的废墟跟瓦砾中去寻找生还者那志工跟医护人员只能站在第二线，做救难人员的后盾提供热汤饮等等协助那个紧急救出来的那个伤者做现场的紧急处置或者协助关怀罹难者家属这是第二线那灾难过后，志工如果去冲第一线或地震过后还自告奋勇的开车上山要去做紧急物资发放这是不自量力，也是有勇无谋啦。因为震后呢，土地松软了，不是吗？很可能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造成救人的人反而变成被救的人因此，冲第一线或留在第二线也是要清清楚楚严守分际什么时候出现这也是一种智慧不是你很勇敢就可以冲而是你所在的位置跟你的角色决定了你最有效的行动方式。比如说你是指挥者的角色，你就不能下场拼杀啦。你如果是打前锋的角色，就不能犹豫不前的你是前锋的要冲锋陷阵的每个角色都很重要，但要分清楚我们现在就处在哪一个角色，自己要搞清楚自己是几斤几两了27、8年前那时候我还在马来西亚有一次我陪伴海外的一些负责人到一个据点参加他们的一个大活动当我们抵达那个据点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据点的负责人出来迎接我们呢。后来才发现说他在厨房里面帮忙削马铃薯，我顿时感到十分不解
你是据点的主人呢，应该在大门口迎接这些海外来的贵宾才对嘛，因为这是基本的待客之道啊，也是应对进退的礼仪啊。削马铃薯如果是对你这么重要的话，至少可以等接待完贵宾你再去削也不迟嘛，不是吗？老实讲，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志工团体啦。如果发生在企业团体或盈利团体啊，那这间公司随时处在危机之中，角色错乱的，不是吗？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峰会每年都有2次到3次的跨国义诊，逐机遍及离新加坡很近的那个巴旦岛、印尼巴旦岛啊，还有斯里兰卡、柬埔寨、辽国等等的。那这些义诊包括外科手术啊，例如甲状腺肿瘤手术啦、兔唇手术啦，还有会碰到一些罕见的这个肿瘤啊。那在当地的医院很简陋、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呢，我就必须在跟现场的这个外科医师的评估，是否送来台湾慈济医院啊？如果送来慈济医院里面需要什么哪一些病例资料这个要事先知道嘛。另外呢，义诊现场常常有状况发生例如当地的外科医生来抗议啊，我们抢了他的生意啊，那我就要跟总协调或者跟当地的卫生局官员呢来处理啊，有时候当地的政府官员来现场走访，我们也必须陪同嘛，有时候义诊现场也会有紧急事情发生志工们会很紧张啊，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扮演安定人心的角色啊，必须立即协助排解跟处理。也因此，我在义诊现场不会待在某一科久留了，而是四处走动啊，看起来好像是无所事事啊。然而看似无为，实则无所不为。所以这个义诊的例子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时候我们是扮演早起的鸟儿的角色，有时候是扮演早起的虫儿的角色，就好像演戏一样啊。角色的扮演是清清楚楚，演什么就像什么。我如果该扮演鸟的角色的时候，就去扮演虫；或该扮演虫的角色的时候呢，就扮演鸟。那这样就乱了套。那这出戏肯定是歹戏拖棚啊，就跟那位负责人一样啊。该扮演接待角色的时候，他却忙着削马铃薯啊。那其实这样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对不对？沉默是金也是充满了辩证思维，也没有对错之分，要看情形。有时候呢，懂得闭嘴是一种智慧因为无声胜有声但是该发声的时候你却不发声，默不吭声，那这是一种鸵鸟心态，是缺乏勇气的逃避。所以沉默是金是好是坏，也要看是正向和反向的思维就跟早起的鸟儿或早起的虫儿一样嘛，同样都是早起但各有利弊不是吗？这种辩证的思维模式在我们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这样的思维，才不会让我们陷入许多困境跟陷阱，叫做思维的陷阱那我们的思维有时候也会碰到瓶颈好像观念一样嘛，有时候会陷入观念的瓶颈如果我们从单一的角度去看事情，就很容易陷入对错跟好坏的二元的对立例如刚刚讲的沉默是金嘛。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不变的准则，沉默就是金，那很可能忽略了该有勇气说话的时候，你却默不吭声，那这样就不对了啦。明明妖言惑众、无的放矢的讯息在蛊惑误导人心，那我们却不能在癫狂慌乱之际呢，做正法的宣流来适时拨乱反正那这样会跟学佛要净化人心、度化众生的目标是相违背的不是吗？早起的鸟儿跟早起的虫儿都是在提醒我们，做任何事都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跟成本，这个不得不谨慎人生需要懂得双向思维不宜陷入单向思维。双向思维是可以正向思维跟多元视角，或是辩证态度我们如果用单向思维来看人生或看事情就像说只相信努力一定会成功，那就会忽略运气跟福报其实也是成败的关键因素或者说只相信早起有虫吃，却忽略了行动之前、早起之前也是要有计划跟方法否则会造成误判形势造成有勇无谋嘛。
有一句话说啊，是非善恶无绝对，转念之间生智慧。意思就是说，看事情要有双向的概念呢，才能在智慧的取舍之间找到平衡。那这种观念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呢，也是很重要的灯塔的角色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